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一桐凭什么被岁月偏爱？30加女性在相亲市场中，为何总在跟时间较劲？说句实在的，李一桐这种状态，真有点把人看麻了。1990年生人，今年都30好几了吗？脸上那状态跟大学刚毕业似的，搭个校服就能回去演校园往事。岁月这玩意儿，在他身上像开了会员，特偏心那种。而说到他，我脑子里蹦出来的不是作品，反而是最近刷到的那些相亲切片。一堆30加的女生坐在镜头前，条件列得跟写招商方案似的，年薪100万，身高180，北京有房，爹妈身体健康，前女友不能太多，情绪稳定，会做家务，还得幽默风趣。说句实话，我看着都累。我就纳闷了啊，网友底下那句评论挺戳心，能符合他们要求的男性，普遍会找更年轻的女性。这话搁谁身上都扎，听着不舒服，但你细品，有点现实的味道在里头。人家男的条件摆那儿，就是有挑的资格，挑得更狠。市场逻辑一点不温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每次看到李一桐，我又会冒出一个不太礼貌的念头：要是那些相亲博主里随便一个姑娘有她这颜值和状态，那套条件，是不是还能再往上提提？比如改成年薪200万，3环内大平层，6块腹肌，情绪稳得跟佛祖似的。想想也好笑。你看啊，李一桐这种配置，客观说，已经是女明星里那种镜头带漫步了的类型。165厘米的身高，说不上大高个儿，但镜头前比例特顺眼，修长但不柴。尤其他跳舞出身，整个人站那儿就有股劲儿。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吗？基本功都是从小压着腿，吊着腰练出来的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不止10年了。我个人认为，他最逆天的地方不是年纪，而是那种气质的稳定性。很多女明星早期作品里都带点青涩，五官没常开，镜头语言也生。结果过了30，没演绎沉淀，反倒好看，这是长相成熟线。李一桐有点反着来，早几年总觉得有点普通，现在再看，五官还是那五官，可舒适度翻倍了，赏心悦目这词放他身上还挺贴。说句实在的，他2015年出道，到现在电视剧演了32部，电影3部，这工作量不算少。你要真翻一下，他戏路其实挺典型的流量时代女主模板，古偶、仙侠、甜宠、IP 改编，一个都没跑。有人质疑他资源好，但人不火。可是你看镜头里的他，表情挺稳，状态挺松弛，完全不是那种为了红拼命往上扑的感觉，反而像是我就这么拍，红不红随缘。而这点搁相亲市场上看也挺有意思。现在不少30加的女生会把自己的择偶条件说得特理性，我有房有车有工作，所以我要求他也得怎么怎么。听起来像对等，挺独立女性宣言，但我觉得吧，人和人之间的互相选择，压根不是这么简单的账。市场上通行的是综合竞争力，不是纯算条件。我身边有一姐们儿，92年的，北京土著，互联网大厂产品经理，年收入不低。她当年也列过一大串条件，烟都不能抽，酒只能社交小酌，不能打游戏太多，节假日不许消失，妈宝男一票否决，听着都特别有道理。结果他去参加几次线下相亲活动，回来跟我说，怎么感觉男的是在看简历，而不是在看人？这才是扎心的地方。男性条件越好，越职业筛选是看人，而不是情感筛选。就像看投简历，先看年龄、学历、外形、性格、
再考虑潜力，这是残酷现实。你说不公平吧？也确实挺不公平。可社会就是这么个操行，谁能料到恋爱也弄成了人才市场模式？而你再把目光挪回李一桐，她这种长相和身材放在现实相亲局里，话题就更微妙了。很多人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有个默认值，长得好看的女生要求高一点能理解，长得普通的女生条件太高就会被说没那个资本。这逻辑说到底就是在给颜值定价。我就纳闷了，人类怎么这么爱给自己贴价签？颜值多少分？身材多少分？学历多少分？工作多少分？家庭背景多少分？凑一起就是自己的婚恋身价。你说这套算分的逻辑跟电商平台给商品打标签有啥区别？有时候看着挺滑稽。说句实话，如果李一桐哪天真上个相亲综艺，坐那儿说我希望他年薪100万，有房有车，情绪稳定，会做家务，还得幽默一点，三观一致，最好还能支持我工作，你猜谭木会怎么说？大概率是这条件配他也不算离谱，姐这颜值说啥都行，是不是特双标？而现实里的普通女生，一边追着这些相亲博主的视频看，一边在评论区吵成一锅粥。有人说女人就该对自己的人生有要求，也有人说你这条件男方基本不会看你。这不就是现在婚恋市场最大的张力吗？一边是女性觉醒，一边是冷冰冰的选择现实。我个人认为，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，很多30+女生以为自己在跟男人谈条件，其实她们是在跟时间谈条件。时间这东西特阴，只往前走，不回头。颜值在往下走，身体机能在往下走，社会对他们的耐心也在往下走。他们提出的每一个条件，背后都是在跟时间较劲。我不想认输，我要让自己看起来仍然配得上这些好东西。而李一桐这种人，就属于时间谈不动的类型。他从小在舞蹈学校练出来的自律，对身材管理、作息、饮食这套东西早就习惯了。别人是30岁才开始健身，他是10几岁就开始。你要说他逆生长，其实就是长期自律带来的果实，再加上点基因偏爱，岁月对他确实比较温柔，但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你想啊，娱乐圈这种环境，对女明星的残忍程度是普通人想象不到的。高清镜头、路人生图、粉丝 P 图、营销号放大瑕疵，任何一小点状态下滑都能被无限放大。他在这种环境里还保持这种干净清爽的状态，说明他不仅管得住嘴，还管得住心。人一焦虑，脸就垮，相亲市场也一样。说句实在的，我不太喜欢那种相亲博主把婚恋说成一套策略课。怎么聊才能显得你不廉价？怎么提要求才能让男生觉得你有价值？怎么让自己在相亲局里不被轻易淘汰？这套东西玩着玩着，人就容易忘了自己本来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找工作。而我倒是觉得，如果真有一个女生，哪怕长得一般，身材也一般，但她整个人身上有那种岁月偏爱的感觉，不是脸不变，而是心不油，眼神不浑，对生活还有好奇心，那她提点条件，我都觉得挺正常。因为她在维护的不是身价，而是自己的生活质感。李一桐给人的感觉，就是那种还保留着一点少女感的30+，不是装嫩，而是举手投足里还有轻盈感，笑起来不像在营业，眼睛亮但不空。这种状态放在婚恋市场里也是稀缺资源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很多人30+以后，最先死掉的东西就是眼神里的光。我个人认为，相亲市场最大的 bug 就是大家都把关注点放在你能给我什么，而不是我们在一起
是不是舒服？看视频里那些女生，她们大段大段地讲男方要达到什么硬件配置，但很少有人认真描述我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状态。反正要求列完了，至于两个人在饭桌上坐着是不是自在，好像变成附属品。而李一桐这种赏心悦目的存在，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个事儿：人的吸引力不是由单一维度决定的。颜值是加分项，身材是加分项，气质是加分项，但如果他整个人很紧、很焦虑、很功利，那种感受立马就变味儿。很多相亲视频里，我看到的不是女人的自信，而是女人的慌。那种慌用强硬的条件包装起来，看着就有点心酸。说句实在的，普通女生看到李一桐，最容易陷入两种极端：一是自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么好的男生；二是愤怒，觉得为什么社会只宠那些长得好看的。可我觉得吧，与其在这俩极端打转，不如换个角度把吸引力这事儿拆开看，把好看从纯脸蛋的概念扩展成让人愿意靠近的综合感觉。我就纳闷了，咱为什么不多聊聊气质这种东西？比如一个人说话不尖，情绪不乱，遇见矛盾先想解决办法而不是发泄，能照顾别人但又不委屈自己，这种人，你说不吸引人吗？长得普通一点，也照样有人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。而那些盯着男方为什么不选我的女生，不妨也问一句自己：如果你是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，你会选现在的你吗？不是从自卑的角度问，而是从诚实的角度问。这个问题挺狠，但有时候狠一点，反而能看清自己。说句实在的，李一桐的存在只是提醒我们那个冷冰冰的现实，在爱情市场里，颜值是一张好牌，但不是终局。好牌有人拿到了，却打废了；烂牌有人拿到了，却打赢了。人这一生，活得漂亮不是什么逆生长，而是知道怎么和时间握手言和。而相亲市场里的那些条件，我个人认为可以稍微往回收一收。不是让女生降低标准，而是别把所有东西量化成条款，把重点从我要一个怎样的男人挪一半到我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。人对了，人生可能就顺了；人就算稍微差一点，如果能一起有点光，那也不亏。说到底嘛，李一桐也好，相亲博主里的30+女生也好，都在和时间博弈。只是一个在镜头前博弈，一个在台下博弈，谁都不比谁高贵，谁也不比谁容易。咱普通人看热闹看得乐呵，回到自己生活里，该问的还是那句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龄女生？是被时间拖着走那种，还是把自己的日子收拾得倍儿精神那种？反正啊，条件这玩意儿，少说一点，活得轻松一点，自己这人精进一点，看着顺眼一点，剩下的交给缘分，交给机遇，交给那点说不清的吸引力。要是哪天你也能做到像李一桐那样，被岁月稍微偏爱那么一点点，那就算没遇到年薪100万的，也不亏。人生这局，能让自己看着舒服，已经赢一半了呗。